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之念风及你。第14至15集，失忆14。此番青岛之行后，顾南亭其实还是有些分不清自己对程潇的感情，但一想到今后的生活中再也没有他的身影，就心痛如绞，甚至感觉自己的世界都即将崩塌了。工作休息再工作，这是顾南亭逃避的惯用方式，也是他的唯一方式。如今还没有恢复飞行部部长职位，没了光环的加持，勤勉的安全信息整理不免成了小人眼中的作秀。孙部长，我看那顾南亭就拼命的加班，怕不是想趁着这2天徐总都在公司，好好表现，早日坐回到部长的位子上吧。新进的一个机长小吴讨好般的跑到飞行部副部长的办公室里通风报信。如今陆航飞行部副部长是星源集团的孙董的侄儿，是顾南亭接手飞行部部长一职不久后由集团空降的。资深机长出身，飞行技术还是不错的，但毕竟家里有人身处高位，又长期受利益官场的熏染，一心想要往上爬。这次的舆论事件影响可不小，恐怕没那么容易。孙部长看似云淡风轻地回应着小吴，心里却盘算着怎么让顾南亭永不得翻身。毕竟垂涎于顾南亭正部长的位置多时了。陆航食堂，顾南亭拿着一罐同事顺手递给他的冰可乐发呆。程潇爱喝可乐已经成了身边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冷藏过的。无论是以前在陆航，还是回了青岛，好像经常都能看到他喝可乐的身影。南亭哥，宇恒刚落地，拖着箱子进饭堂，就看到顾南亭一个人坐在饭堂，拿着一罐可乐发呆。猜顾南亭定是想到了程潇。哦，宇恒刚落地啊！顾南亭才回过神来，把可乐放在桌上，跟李宇恒打着招呼。李宇恒微笑着点了点头，转身去刷了一份饭，才坐在了顾南亭的对面，却发现顾南亭正盯着他手里的辣椒酱。有些尴尬的把辣椒酱往前递了递。南亭哥，你要不要来点儿？夏至去四川的时候给我带的。说是下饭，程潇也喜欢吃这个牌子的辣椒酱。顾南亭看着李宇恒手里的辣椒酱，脱口而出。说完才意识到自己把心里想的说了出来，有些尴尬的假装咳嗽了2声。找不到，我之前经常看他拿着这个来饭堂。南亭哥，你是不是想消解了？宇恒笑了笑，索性直接点破。他对程潇的感情已经表现得那么明显了吗？顾南亭有些意外，又觉得在情理之中，尴尬的抬头望向李宇恒，期待能从他那里得知一些程潇的消息。宇恒，你和程潇还有联系吗？李宇恒摇了摇头，可看着顾南亭眼神里饱含的期待，又不忍心什么都不说。程潇姐离开陆航就没怎么联系过了，不过她好像一直跟夏夏保持着联系。想起夏至对她的态度，顾南亭垂着头，闷闷地扒了一口餐盘里的白饭。如果你有她的消息，希望能告诉我一声。南亭哥，你和潇姐她。李宇恒突然想起了前不久偶然刷到的程潇的小红书，不知道该不该告诉顾南亭。我向他道歉了，他没原谅我。提起程潇，顾南亭心里难受，忍不住又扒拉了一口盘子里的白饭。南亭哥，你平常刷小红书吗？李宇恒还是决定告诉顾南亭，毕竟这也算是顾南亭能暗中关心程潇的一个方法了。不刷。顾南亭疑惑地摇了摇头，但他猜测李宇恒应该不会无端提起小红书，忍不住在心底又燃起了一丝期待。宇恒拿出手机滑动了几下，打开了小红书的界面，递给顾南亭。帖子是一个叫“冲上云霄”的账号发的，头像和程潇的微信头像一致，还是会想念潞州的那一抹深蓝。顾南亭像是想起了什么，忍不住蹙了蹙眉，抬头望向李宇恒。李宇恒点了点冲上云霄的头像，进入了他的主页。南亭哥，你看这些帖子的时间和照片，应该是程潇姐发的。之前好像他还发过一张照片，看起来是程潇姐的背影。顾南亭看着冲上云霄主页，心中不由得泛起一阵涟漪。
想到这个小红书号或许能成为与程潇之间的一种纽带，让他能够有机会关注到他的生活点滴，能离他近一点。于是默默在心里记下了他的小红书号。飞吧里，顾南亭和往常一样，靠窗的位置坐着，手边依然只有一杯白水。怎么今天有空到这儿来了？安全信息整理遇到难处了。谢泽天看到顾南亭在窗边发呆，笑着走过去，坐在了他的对面。程潇以前也喜欢坐在那与他聊天的位置。师傅，今天有向风而行吗？顾南亭看了谢泽天一眼，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问道。谢泽天哈哈笑了2声，今儿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小子居然主动捧我场，说吧，遇上什么难事了？顾南亭没有说话，2只手的手指相扣在一起，紧绷的骨节明显泛白，是和程潇有关吧？谢泽天一眼就看穿了自己亲徒弟的心思。顾南亭没有否认，沉默了半晌，师傅，我想学学制作，向风而行。好啊，看来我的手艺有传承人了，不过记得交学费。谢泽天一边笑着玩笑，一边把顾南亭领到了操作台前。请问今天有向风而行吗？听到熟悉的声音，谢泽天笑着走到点餐台。有，小程回来了。谢部长，您在可太好了，我想这里的向风而行好久了。嘿嘿，能不能给我来2杯呀？程潇有些兴奋。你还来的真是时候。诺，刚做好2杯。谢泽天打量了一下程潇身旁的陈浩，笑着指了指操作台上的2杯向风而行。程潇有些疑惑，毕竟这个饮品都是现场制作的，好像还没有过提前做好的。谢泽天看出了程潇的疑惑，笑了笑，我今天收的徒弟刚做的，不介意的话尝尝。哇，您居然收徒弟了。程潇还记得以前飞吧这一款饮品只有谢泽天在的时候才有，那时候谢泽天还开玩笑地说这是他的独家秘方。正说着，洗完器具从里间走出来的顾南亭有些欣喜地望向程潇。程潇，熟悉的声音传来，程潇愣了一下，与之四目相对，有些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顾部长，我们又见面了。反而是陈浩一脸淡定地走上去跟顾南亭握手。潇潇跟我说潞州有家特别的飞吧，我就说来尝尝。没想到在这里又遇上了。顾南亭心里仿佛被针扎了一下，有些不自在地瞟了瞟回避着他目光的程潇，又侧头看了看谢泽天。师傅，那我就先走了。谢泽天点了点头。离开后，顾南亭隔着玻璃窗远远地望见陈浩和程潇坐在他刚才坐的位置，各执一杯，向风而行，有说有笑的，中途仿佛还碰了一次杯，胸口发闷，心也疼得更厉害了。第15集，失忆15。情绪不稳，不适合飞行，也幸好今日的顾南亭没有飞行，也无心在办公室整理资料，只好惆怅地开车离开飞吧，回了自己的502。顾南亭，大混蛋，大混蛋！顾南亭刚进门，还没来得及跟小杜问好，玻璃已经在阳台上上蹿下跳地骂了起来。他皱了皱眉，气冲冲地走到玻璃的笼子前拍了几下。你再吵，让你吵，你今天没饭吃。玻璃倒是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只发出了几声抗议，便没有再接着骂顾南亭。大混蛋，顾南亭倒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转身就用量杯给玻璃的食盒里添了适量的饲料和水。玻璃，你说你的女主人会回来看你吗？顾南亭自顾自地跟玻璃说着话。我今天遇到她了。过了一会儿，又小声嘀咕道：“也不知道他喝的那杯是不是我做的。”顾南亭在阳台盯着只顾着干饭的玻璃看了好一阵，突然想起来什么，又走回到客厅，对着小杜问道：“小杜，小红书是什么？”小红书是一个生活方式平台和消费决策入口。创始人是。好了，你直接告诉我哪里可以下载。顾南亭不耐烦地打断了小杜的回答。他已经知道是一个能够看到程潇动态的 App 了，软件商店里就可以下载。顾南亭点开软件商店，搜索小红书，点了下载，注册了一个名叫摸摸的初始账号。登录进去，
搜索已经熟记于心的程潇的小红书 ID， 点击了关注。为了不被程潇发现这位嬷嬷的图谋不轨，顾南亭还特意去关注了好几个流量博主，才点赞了程潇那条还是想念潞州的抹一抹深蓝的帖子，又犹犹豫豫了好久，在评论区按下了向风而行4个字。你也喝过？没想到收到了程潇的秒回。顾南亭不自觉地在手机边缘敲击起了摩斯密码，在脑里反复思考，确定不会留下破绽，才点了回复是的。在潞州？哇，你是潞州本地人吗？程潇看到来自潞州 IP 的评论，惊讶不已。没想到居然还能在小红书刷到喝过这款小众饮料的人。说多了容易暴露，顾南亭只简短回了2个字：不是。又是一阵手机边缘弹奏的钢琴曲结束，顾南亭没有再等来程潇的回复，只好开始研究他的主页。程潇热爱生活，也热爱分享自己的生活。只是从陆航离职过后，程潇转移了分享的阵地，更乐意把生活分享给陌生人。程潇主页的帖子不多，只是置顶的第1条显得格外的伤感。再见了。潞州日期是他辞职离开潞州的那天。顾南亭盯着他置顶的帖子，把帖子左下角的图片不断放大，脑里满是程潇离开那日的样子，有些凌乱的发丝，红肿的双眼，还有没了笑容的脸颊。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无意识中点击了保存键，将图片存入了相册。晚上7点1刻，按照往常没有飞行的顾南亭还在办公室加班，可今日的办公室里不仅没人，电脑竟也还开着。本是帮孙部长去顾南亭那里取文件的小吴不由得动起了歪心思。U 盘插入顾南亭的电脑，将他已经整理好的公司准备新开通的航线资料拷贝了一份，然后清除了顾南亭电脑里的那份。第2天一早，顾南亭刚到办公室，就发现自己的电脑开着。昨日整理的公司打算新开通的航线资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要只是忘了点保存还好，大不了加班重做一份，但若是被人盗取了，那后果不堪设想。顾南亭努力回想了昨日的事，昨日的状态的确很糟糕，但忘记关闭电脑就离开，还是他工作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他当时离开是去了食堂，后因为遇见宇恒提及程潇的小红书，他才去的飞吧。他的电脑被人动过了。顾南亭十分肯定，盯着南亭，今天早上的部长会你练习一下。另外，提前准备好新航线宣讲的资料，还没来得及联系人调取监控，顾南亭就收到了来自徐总的微信，部长会是在早上10点，现在刚好8点10分，还有1小时零50分钟。重新整理是来不及了，但这份资料他早已烂熟于心，临时制作出一份简单的宣讲资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会上，飞行部孙副部长看了看眉头紧锁的顾南亭，又看了看自己手里正捏着的 U 盘，满心期待着接下来能够表现自己的发言。南亭，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条由潞州飞往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的新航线吧。徐总简单给会议开了个头，点名让顾南亭起来介绍。顾南亭在电脑上操作了几下，拔出存了早上赶工制作的 PPT， 才走向投影仪前的电脑。孙副总双手交叉抱胸，一副等待顾南亭打开空白文档时尴尬场面的样子。没想到顾南亭在台上不仅就着简单大方的 PPT 侃侃而谈，还对新航线可能会遇到的情况进行了一场深入浅出的讲解，赢得了在场的许多公司中层的好评。当然，走捷径失败的孙副部长被气得不轻。会后，顾南亭跟谢泽天说了资料被盗一事，并请他帮忙调取了监控，找出了唯一一个在他走后进过他办公室的小吴。小吴先是拒不承认，后在监控面前不得不承认了，却一口咬定是孙副部长指使的。顾南亭办公室的密码知道的人只有几个，还是在他飞行部部长一直被停后，为了交接工作方便，告诉了几个公司中层。此事事关公司机密，顾南亭直接上报了公司。相比顾南亭的焦头烂额，
程潇的生活倒是轻松自在。陈浩一直对他暗中照拂，飞行的大都是短航线，还给他安排了安监部助理的行政工作。在工作之余，程潇偶尔也会约上几个朋友去逛逛街、泡泡吧什么的。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会想起顾南亭，然后独自伤感。潇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明天的航班是飞青岛，准备好接驾哦。程潇飞完一天的航班，刚到家就接到了夏至的视频电话。对了，副驾驶也正好是宋小妮儿，真的太好了，正好我明天也休息，几点的航班？我到时候去接你们。听说闺蜜要来，程潇自然是很开心的。潇姐，我可不可以多叫一个人了？宋宋在屏幕那头抢镜头问道。程潇神色变了变，机长不会是顾南亭吧？宋小妮儿，你又想搞什么鬼？你要是叫上顾南亭，明天我就不和你飞了。哼！夏至一把揪住宋宋的耳朵，警告道：“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南亭哥。南亭哥最近公司的事都忙不过来，申请了这一周都不排班。”宋宋连连求饶，赶紧解释：“机长是邵辉，我就想着能不能叫上他一起。顾南亭，他怎么了？”程潇原本以为自己放下了，可听到他有关的事，还是忍不住去关心。南亭哥的办公室里的重要资料被人盗，宋宋话还没说完就被夏至捂了嘴。没事儿，没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啊？潇潇，先挂了呀，明天见。顾南亭做事一向严谨，重要资料几乎都会随身携带或者放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怎么会出现这样被盗的情况？申请了整整一周不排班，可见事情的严重性。想到这些，程潇还是忍不住担心，甚至一整夜没睡好。